茫茫天数此中求，世道兴衰不自由，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李淳风说：“天数使然，世间的兴衰都是天命如此，是说不尽的。”推背图相传是唐朝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命天文学家李淳风像是袁天罡推算大唐气运而作。第一项为乾引，后有58项推测国运，最后一项为解语。相传李淳风越算越有劲头，竟从唐高宗龙朔年间推算到之后3000多年的国运，直到袁天罡推他的背，说天机不可再泄，回去休息吧，方写下这样的结语：茫茫天数此中求，世道兴衰不自由，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第一奇书推背图也由此得名。推背图道近2000年中国兴衰。推背图第42项，浅谈推背图42项当前分析。美人自西来，西方美人就是隐喻美国，西方美人就是美国的隐喻。中国发音也称美国人为美人，美国代表西方，而自由女神代表美国。2018年3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关税备忘录，正式启动对中贸易战。美国开始驻守建立抗中联盟，联手北约、欧盟、日印澳、英国等等，强化第一岛链对抗中国。美国宣布中国是最大挑战对手，抗中联盟呼之欲出。美国发动贸易战后，开始了屠龙计，准备了捆龙索，从中美贸易战开始封杀中国。美国的强大某部分来自于鲶鱼效应理论 （Catfish Effect）。美国向来需要一个对手使其强大，之前的对手包括苏联、德国、英国、日本，都曾经成为美国对手，然后被美国干掉。一些事件陆陆续续发生。美国航空母舰从美国开来中国，美国海军出动雷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硫磺岛号2栖战备群，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会师，进行海洋作战行动演练，借此展现美英伙伴关系和两国海空部队的联合作战实力。美国第7舰队的飞弹驱逐舰班福特号也在南海展开航行。美国加强在菲律宾军事存在，制衡中国。美国军队已经有5个菲律宾基地。再来，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Nancy Pelosi 获意裴洛西访台，牵动美中台角力。中国部署大量军武，封锁海域演习。美国准备打台湾牌，如图所示，台湾海峡站的就是美人，也就是美国人或美国舰队通过，而兔子在东边就是台湾形状，也像番薯，美国站在中间。弓箭就是部署在福建沿海的导弹或是导弹防御系统。台湾像是美国对中国的诱饵，美国打台湾牌就是要联手，北约、日本、韩国、欧洲全部盟友对中国发动封锁，进而逼中国就范。金圣叹为此项注解：此项一亿女子登国，肤色尚白，大权独揽，己为社稷，发现或在卯年，此始乱之兆也。这名女子起初隐藏野心，但最终大权独揽，将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指的应该是当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抗中保台引爆的战争危机。因为蔡英文上台后政治立场完全亲美，亚洲周刊于2021年第17号刊出专题报道，台湾民选独裁幕后绿营新威权主义现象，并以蔡英文总统身穿清朝龙袍的合成照片制成封面，引发各界热议。民选独裁后开始立法设网军控制言论法律，废除特侦组侦查总统，派自己人担任行政首长，排除与中国和平统一可能性，与美国结盟，大量军购，增加兵役时间，最后让美国军事专家驻台指导在台湾部队，并且派台湾部队到美受训，打造台湾成为亚洲弹药库，引爆中国冲突，为台湾独立做准备。台湾表面安宁，但实则暗流汹涌，时时刻刻都准备与中国打仗的危险地步。朝中日渐安，对美国霸主地位挑战，凝聚目标共识，天朝政治更安定。中国已非满清末年积弱不振，在1978年12月18日中共11届3中全会后，开始实施的一系列以经济为主的改革措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至今。但是共产党体制本身也有很多矛盾问题，并且经济改革如果跟不上政治改革，往往伴随系统性风险。苏联瓦解就是一个例子。中央政治高度集权的体制，统治者对国家管理力量是高压集中的，很多问题只是强压下去，而非与百姓透过平等沟通解决问题。加上美国、北约、欧盟国家以民主人权为武器，煽风点火，共产体制问题风险升温。
中国人数千年的传统政治习惯、官僚主义、民主、人权、自由问题，这个阶段基本是无解的。由苏联垮台的原因，看看中国类似有几个多多少少可以了解问题。1.1史达林模式僵化，史称斯大林主义，强人政治专制独裁，中央集权专制独裁。强人如果做得好，国家快速强大。以史为鉴，强人帝王政治模式，秦始皇、汉武帝等等的强人政治，也为后续埋下政治问题。秦始皇一死，国家很快四分五裂，山头林立。而毛泽东当时将政治文化思想进行中央集权统治，人人一本毛语录可谓是强人，并且开创抗美援朝奇迹。以及珍宝岛事件后，中国勇敢对抗苏联战争，勇敢对抗全球两大强权，洗刷中国人满清末年东亚病夫的耻辱。但因为在一党专制的国家里，往往是领袖独断专行，个人权利没有受到法律约束，个人行为没有受到法律监督，一个人的错误足以贻害一个国家。例如1949年后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文革等运动等等，对中国造成巨大灾难，所以强人政治大好大坏。2. 经济改革失败与领导失职，党国精英转向资本主义，特权者官商勾结，掏空国有体制，造成社会贫富差距严重，制造社会阶层矛盾、动乱危机。3. 经济与产业崩溃，内斗内耗过度。对比苏联，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包括人口下降、人口红利消失、房地产坠入谷底，地方政府赤字暴增，美国及盟友对其科技产业的施压和技术封锁，国际内外投资者担忧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及政策，以及印度、印尼和越南等替代中国供应链的可行性不断升高，台海战争风险等等，未来中国经济恐非如预期乐观。5. 布热津斯基观点，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冷战时期著名的鹰派战略家布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 Zbigniew Brzezinski， 著有《永恒的清算：苏联极权主义下的统治》1956，苏联政治上的思想意识和权力1962，苏联集团的统一与矛盾1960，苏联共产党为了打倒主要敌人，其余一切人物都可以联手的利益导向思维，不论对方政权是什么宗教，领导体制导致犯下大量决策错误。5. 经济改革失败与领导失职，苏联从1922年起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改革，并强调更加发扬党内民主。然而，自1924年史达林当权以来，形成了高度集中化的政治经济体制。虽然在这种体制下，苏联实现了工业化，但到了1950年代，弊端日益暴露，阻碍了苏联的发展。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而到了布里兹涅夫统治的后期，所有改革全部停滞。此种体制倾向于牺牲下层人民的利益来解决上层权贵的问题。从1989年开始，随着中央权力的下放，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开始寻求更大的自主权利，国家很快四分五裂，山头林立。苏联由于改革失利与严重的通货膨胀，开始对下层人民实行进一步的紧缩政策。错误政策导致严重通膨，为求解决问题，在尚未有完整的市场经济理论支持下，将苏联原来的计划经济彻底转变为市场经济，结果是国内在价格固定的情况下，生产者不愿意亏本出售商品，导致生产力下降，商品供应不足，最终政策被迫终止。但此时黑市充斥着美元，卢布已经严重贬值，经济更加恶化，雪上加霜，经济面临崩溃。经济问题影响政治，导致内部动乱。6. 民族问题，各加盟国权力不公问题。7. 苏联共产党的日益腐败，绝对的权力专制独裁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个也不用解释，历史证明一切。中国每个王朝灭亡前都跟大量无可救药的官僚集体贪腐有关，苏联各级党政干部的官僚主义自建立是已存在。2次大战后逐渐形成为特权阶层，享有各种既得利益，到布里兹涅夫时期更形成一批官僚氏族集团，这批集团大约有50到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人口的 1.5%。 在车诺比核事故发生后，人民更加认识到苏共腐败本质，而加剧了对政府的不满。苏共官员干部大搞裙带关系，官商勾结与权贵资本主义，严重侵犯了人民的利益。
苏联体制制造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上层根本接触不到底层的民众，不了解人民的疾苦，在粉饰下，其所看到的只是他们想看到和让其看到的东西。官员干部并不关心人民艰难的生存现状，政府对于人民的态度只是任其自生自灭。面对苏联大量老百姓的贫穷和饥寒交迫，苏共则视而不见，最终苏共致使自己完全丧失了民心。有的学者认为，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巨变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就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给予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而即使是军队等政府背景的单位，也因为丧失了奋斗的目标，军心涣散而无力再阻止联盟崩溃。大陆也有社会主义学者认为，苏联解体来自于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苏联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产生的自我政变。8. 西方推动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观点认为，以武力为后盾对共产主义国家遏制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手段，全面推出西式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支持共产主义国家民主势力，促进推翻威权主义政权，加速全球自由化进程，达到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的特定目的。不过，这应该是第3招了。首先，西方瓦解集权国家一般都会先发动军事军备竞赛，让其穷兵黩武，再来开始打经济战，等对手的内部矛盾扩大，就会分化派系，利用内部互相斗争消耗对手。当时，苏联国内出现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外因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不过，应该说，和平演变战略最后对苏联的巨变起助推波助澜的致命性的打击作用。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西方大国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重点目标。中国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准备。从冷战时期算起，带有颜色革命色彩的政权更迭事件更是众多。有统计显示，数十年来，美国中情局至少推翻或试图推翻超过50个外国政府，尽管中情局公开承认的只有7起。另有统计表明，1946到2000年间，美国曾81次试图对45个国家的选举施加影响。美国煽动的颜色革命曾多次得手，美国甚至以冷战胜利者自居。为了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对于美国借民主之名推行霸权的本质，法国媒体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主已成为美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9军备竞赛，当时美国使出3招，大量消耗了苏联的国力。美国挖了大钱坑给苏联跳下。第1招星战计划，亦称星际大战 Star Wars， 正式名称为战略防卫先制太空争霸与星球大战，正式名称为战略防卫先制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亦称 Star Wars Program， 简称 SDI， 目标为建造太空中的雷射装置来作为反弹道飞弹系统，使敌人的核弹在进入大气层前受到摧毁。其核心内容是以各种手段攻击敌方的外太空的洲际战略飞弹和外太空太空飞行器，以防止敌对国家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的核打击。其技术手段包括在外太空和地面部署高能定向武器，如微波、雷射、高能粒子束、电磁动能武器等，或常规打击武器。几个月后，全案进入开发阶段。1983年时，军方提出的许多高科技武器概念，以当时的科技看来都匪夷所思，有如科幻小说的情节。例如，可以在半空中把敌人飞弹完全击毁的粒子波束武器、X 光雷射、太空核子武器，以及从地面上的高动能磁轨炮 Railgun 开炮攻击在太空的目标。其次，在太空的一系列卫星若侦测到敌方发射洲际弹道飞弹 ICBM， 将自动启动反制武器，击落敌人飞弹。举例来说，星战计划中配备雷射的人造卫星，可一次摧毁10几个敌人飞弹，让苏联最有威力的武器马上完蛋。结果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军备竞赛的庞大经费拖垮苏联财政，而美国还没有在太空轨道部署任何雷射武器。之后，柴契尔夫人对此描述道：“雷根不开一枪便赢得了冷战。”1993年，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邦普斯 Dale Bumpers 曾公开质疑
联邦政府10年来在 SDI 耗费300亿元，却从未在太空部署任何攻击性武器。随着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密件的曝光，星球大战计划被证实是一场彻底的骗局，一时间舆论哗然，当时却被苏联政府却正视为是一种极大的威胁，因为它将可能抵消苏联对美国保证互相毁灭的能力，理论上将能使美国发起核战的第一击而躲过接下来的苏联反击，后果可能导致苏联军事全面崩溃。为求自保，苏联的领导人和人民只能被迫加入太空军备竞赛。最终，在这些脱离了实际的计划比拼当中，苏联全部中招，投入了巨量的资源，最后被活活拖死，而美国却险险过关，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只能说苏联遇到大骗子了。第二招就是核武争霸，随着美苏争霸愈演愈烈，苏联方面在核弹方面也有大动作。1959年，苏联成立了战略火箭军。它作为一个独立军种，列于5大军种之首，成为与美国进行核子军备竞赛的中坚力量。为了适应这种战争的可能性，苏联自1963年起进入大批量产与装备核子武器的时期。1964年以后，布里兹涅夫等对苏联军事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全面加强军事力量建设，重点是扩大战略核武库。从此，苏联进入了大规模生产与部署核武器时期。1964年至1972年国防开支的迅速成长，充分反映出苏联为达到同美国势均力敌的地位而不惜付出巨大代价的心理。在这10年的前5年 ,1963 到1967，美国国防开支仍比苏联高出约 10%。但是到了1968年，苏联国防开支高达600亿美元，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越美国530亿，代价惊人。第三招有名的阿富汗战争，1979年12月末，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的长达10年的战争。这场战争被认为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大失败。美国背后助力金钱，培养阿富汗军队，供应阿富汗武器，严重拖垮苏联。美国找出苏联的致命弱点后，表面上军事备竞赛消耗美国，再从背后下重手，推出各种战略，导致苏联财政崩溃。趁机再从背后下重手，制定各种战略，包括经济战、和平演变、内部分化等等。在苏联财政崩溃之时，引爆骨牌效应，经济、民生、社会、政治接连产生系统性崩溃，使苏联措手不及。所以发动阿富汗战争、星战计划、核武库代价惊人。苏联穷兵黩武，使国库开支猛增，经济崩溃，引爆国内各类矛盾，也是苏联解体主要原因。关于星战计划，事后有人仔细设想过，如果美国的所有计划都是真的，那么巨量资金和资源需求应该先把美国拖垮才对啊，怎么先垮的是苏联呢？答案就在于美国人善于战略欺诈。美国之所以称霸全球，不光光是本身地大物博、科技领先，每天骂外面国家都是流氓恐怖主义的美国，却开着核动力航空母舰往全球美军基地去，四处贩卖军火，向盟国收军事保护费，对外宣称自己是正义使者，充当世界警察，其实就是最大的强盗流氓国家。美国历史翻开，从来就是四处战争打架，而且美国金融集团华尔街凭着强大的金融力量，四处割全世界韭菜。美元霸权，美国乱印钱，给自己带来了诸多经济利益，但给其他国家经济造成各种伤害后，却骂其他国家是汇率操纵国。美联储是合法的诈骗集团，无限制印钞玩空手套白狼，稀释美元，洗劫他国。美国高人一等的金融印钞技术，建立在地球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上。美国像帮派老大一样控制各国小弟，美国经常挑拨离间各国冲突或内乱，然后站到制高点，又转身变成伸张国际正义的仲裁者，实现火力即正义的真理。2018年8月9日，美国副总统彭斯代表川普在五角大厦宣布，白宫已决定提出宇宙建军计划。美国总统川普说要建立太空飞弹防御系统，在太空部署飞弹感测器，以便侦测、摧毁任何向美国发射的飞弹。美专家一方面大幅调整核武器战略政策，一方面又搞出捆绑27个发动机和提出所谓的太空和火星计划，听起来似乎很厉害，难道是针对中国而来？其实中美冷战的军备竞赛早已开始。
只是美国在疯狂造势，从这股熟悉的配方里，似乎闻出了点昔日太空争霸和星球大战计划的味道来。似乎一个雄心勃勃的美国就要再现于世了。而如果中国想要赶超的话，就要准备相同的计划。车诺比核事故800多万人遭到辐射，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核泄漏，堪称史上最严重，相当于广岛原子弹400倍巨大灾难损失，造成人民丧失财产以及对国家的信任。苏联法律陈旧司法问题无法与时俱进改革。加盟共和国权威凌驾于中央政府，地方诸侯势力超越中央强龙，难压地头蛇。以上是苏联瓦解的历史经验总结。中国目前不论经济与军事都落后美国，所以美国来了以后也是提升本身系统改革的好机会，包括寻找新盟友、新市场、新科技、量子电脑、量子通讯、新能源科技，自主解决缺芯问题，人工智能、未来智能战争、太空科技、军事科技、人民币全球化等等问题，美国霸权压制。中国科技市场被封锁后，中国被迫闭门造车，只能自主研发或开发新市场成功。面对美国这样强大的对手，很容易被打趴的，但是利用外部威胁力量，强大的对手也是可以提升中国的科技军事的力量，解决内部矛盾，突破困境危机也是转机。朝中日渐安，指的是天朝可能此次天运转危为安。这次虽然30国联军，但是中国不像满清末年被8国联军打垮，长弓在地，古人暗指是像弓箭在地上的武器。中国大陆上部署大量导弹，对抗台湾海峡及南海的美国航母及其盟友军队，包括海、陆、空、2炮各种导弹洲际弹道导弹。中国有东风5、东风31、东风41型洲际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鹰击21、东风31采用固体燃料的3级机动导弹，携带一枚700公斤，相当于100万吨级的弹头。东风31有线射程的洲际弹道导弹可以为中国提供很强的打击能力，而且各阶段的反制导弹方式十分先进，射程可达8000公里，从发射前的机动到导弹的末端飞行，拦截都将非常困难。为而不为，中美之战是21世纪的大戏，中国转危为安。美国虽然强大，但因为全世界称霸，所以分散了力量，尤其欧洲还要对付俄乌战争，消耗了力量。美国分散力量之下，中美可能会持续僵持局面。对抗第一岛链封锁，中国本身有主场优势，但因为战争在美国领土以外，所以美国也不会输。在美国评估本身损失大于利益之下，不轻易出手。中国要再创新局也是非常困难。美国对华封锁不断升级，若是台湾海峡战火点起，美国将号召北约、日韩、印澳等盟友围剿中国，使得中国经济再次倒退30年。若中国倒下，显然成为另一个苏联。最后，全球资金技术回流美国，完成屠龙大计。对华收割完成后，美国再次强大。所以目前中美局势是互相封锁，并且打消耗战。美国封锁大陆，然后大陆封锁台湾。中国从小处入手，慢慢消耗，彼此之间都在找对方破口突击，因此是拉锯战，所以危而不危，斗而不破。所谓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倚，危机中也许对中国也是个转机。谢谢收看。